今天我们来聊聊兵马俑背后的惊人秘密，它真的属于秦始皇吗？还是另有其主？这些陶俑身上的材质难道藏着古代外星黑科技？让我们深入剖析兵马俑的四大谜团，或许秦朝20而亡的真正原因就隐藏其中。首先，话说西元1974年，在中国陕西临潼的一片田野上，几位农民正在打井抗旱。第二天，他们惊讶地从井底挖出一个破碎的陶土人头，五官轮廓清晰，竟与真人头颅一般大小。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瓦神像，有人说是天兵天将的塑像，谁也没料到这只是冰山一角。随后出土的大量陶俑证明，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世界第8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消息传开，震惊了全世界。就在这个村子东边约 1.5公里处，静卧着秦始皇的陵墓。陶俑与皇陵相隔不远，一开始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座庞大的地下军团是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陪葬的。然而，随着考古和研究的深入，关于兵马俑的身份和来历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疑问。第一个谜团，兵马俑的主人究竟是不是秦始皇？按照史书和考古的主流观点，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墓体系的一部分。史记记载，秦始皇即位后不久便开始营造陵园，动用70万人，历时数十年修建皇陵及陪葬坑。兵马俑坑位于秦陵东侧，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为了在地下继续统帅军队，保护秦始皇的帝国在阴间万世长存。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建筑学者陈景元的观点，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可能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秦宣太后名叫芈氏，小说《芈月传》中称芈月，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摄政太后，也就是秦始皇的高祖母。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陈景元提出了多项令人深思的疑点。首先，兵马俑俑坑的位置距离秦始皇陵过远，史料有载，秦始皇曾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建300丈，然而秦汉时代的1丈只有约23公分，300丈折合现代距离仅600多公尺，而最大的兵马俑1号坑距离陵墓足有 1.7公里之远。谁会把重要的陪葬军阵放在离陵寝这么远的地方呢？这种布局显得不合常理。第二，兵马俑军阵的编制与秦始皇时代军事记录不符。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6国时，主要依靠的是大量步兵和骑兵，而俑坑内我们看到的是以战车为主体的大型军阵，一排排武士俑随战车列阵，步兵护卫其侧。在秦始皇时期，战车的战术地位其实已逐渐被骑兵取代，如此大规模的战车方阵更像战国早期的军队风格。另外，俑坑中出土的兵器也耐人寻味，多为青铜制的戈、矛、剑等。到了秦始皇晚年，铁制兵器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剑反而有些落伍且沉重。为什么秦始皇会选择相对笨重落后的青铜武器陪葬，而不用当时更先进的铁器？这在逻辑上说不通。第三，兵马俑的文化风格疑点。据说秦人尚黑，秦国传统服色以黑色为尊，但兵马俑出土时身上残留的服饰颜色却是5颜6色，非常艳丽。考古发现兵马俑原本都彩绘有鲜艳的红、绿、紫、蓝等色彩，只是出土后迅速氧化剥落。如此缤纷的色调更像崇尚华美服饰的楚国文化风格。巧合的是，秦宣太后芈氏正是楚国人，她在秦国执政时也曾把楚地的风尚带入秦宫。如果兵马俑反映出楚风，会不会说明它其实与这位楚国太后有关呢？更惊人的一点来自俑坑内发现的一个神秘文字。在早期发掘报告中，有一尊武士俑的头部刻着一个奇怪的字，起初被认为是类似皮字的刻画。陈景元深入研究后，发现那个字其实可以拆解成2个独立的古字，左边是月，右边是芈，而芈月正是秦宣太后的名字。一个代表芈月的字竟然刻在兵马俑上，这难道是巧合吗？陈景元据此大胆推测，兵马俑坑极可能是当年秦宣太后的陪葬坑。这支地下军团是为护卫太后而建，他甚至还原了可能的历史情景。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年幼，由祖母宣太后摄政。据史载，宣太后去世时约公元前272年，他要求厚葬，
并有人殉随葬。然而秦昭王为人仁厚，不忍生祭活人，就别出心裁地下令为母后制造与真人等大的陶俑，排列成车队仪仗，象征护送太后魂归楚国故里。这样既满足了太后对殉葬的要求，又避免了杀生，是符合当时风俗的变通之举。如果真有其事，那这批殉葬陶俑的制造时间比秦始皇出生还早了几十年。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或许将这支旧时制作的俑队重新利用，纳入自己的陵园体系，于是才出现了俑坑远离陵寝，本体带有楚文化印记等种种反常现象。此外，陈景元还指出一条史书线索，《史记》记载秦始皇生性忌讳谈论死亡之事，群臣不敢提及身后安排。如果始皇生前对死后世界讳莫如深，是否意味着他并没有亲自大张旗鼓地筹备过如此巨大的俑坑陪葬？这与传统观点中秦始皇自少年起就大兴土木修陵墓的说法相矛盾，也给兵马俑的归属增添了一丝悬疑。当然，陈景元的观点至今未被主流考古界所接受。很多考古学家反驳说，秦陵周围发现的所有陪葬坑，包括铜车马坑、真禽异兽坑和兵马俑坑，布局上与秦始皇陵形成一个有规律的整体，没有必要引入另一位主人的假说。秦始皇从13岁登基就开始营建陵墓，历时39年，到他驾崩时，陵墓尚未完全竣工，完全有时间也有劳力去制造这数以千计的陶俑军队。更重要的是，俑坑中不少兵器和瓦片上刻有隶书、时期的工匠印记或记号，明显属于秦始皇晚期的年代风格，而非战国中期。支持者认为，所谓月米刻字可能是泥建的厂号或他字误判，不能当作证据。至于俑坑距离和兵器材质问题，也可能是皇陵规划和陪葬习俗使然。比如兵马俑作为外葬坑，守卫陵园四方，距离远一些未尝不可。青铜武器或许因为埋葬环境要求不易生锈，刻意不用铁器。有鉴于此，多数专家仍坚持兵马俑就是秦始皇本人的地下军团。不过陈景元提出的种种疑点纵使未被证实，也让人重新审视这些陶俑的身世。一支本应威严护主的军队，为何史书只字未提？会不会真有哪位太后的传奇被埋没在尘土中？兵马俑的归属之谜至今扑朔迷离，留待未来更多考古发现去解答。第二个谜团，2000年前的黑科技，兵马俑材质与工艺之谜。不管兵马俑最初为谁而做，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打造这座庞大的地下军团，秦人动用了当时最顶尖的工艺技术，而且其中许多技术直到今天看来仍令人叹为观止，甚至产生超越时代的神秘感。首先让考古队大开眼界的是兵马俑身上的色彩。大多数人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兵马俑是灰褐色陶土状，其实刚出土时，它们通体彩绘铠甲、衣袍、面容都涂有鲜艳的颜料，如朱红、紫色、绿色、蓝色等，宛如真人。可惜由于出土后与空气接触，原本涂在陶俑表面的生漆和彩绘迅速卷曲脱落，短时间内色彩就褪去殆尽。如今透过现代科技的保护手段，新发掘的陶俑才能勉强保留部分原有颜色。我们由此得知，秦代工匠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制漆和合成颜料技术，才能让俑像栩栩如生。特别是一种神秘的紫色颜料，引起科学家的巨大兴趣。这种紫色颜料，现代称作中国紫或汉紫，是古代人工合成的无机颜料，主要成分是钡铜硅酸盐。要知道，在古代，天然的紫色染料极其稀少昂贵，而秦人竟能凭借化学工艺造出紫色，堪称一项创举。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中国紫颜料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近代科学家直到1992年才在实验室中重新合成出同样的成分。换言之，秦朝的配方技术领先世界2000多年。科学家研究发现，汉紫的制造需要将原料在1000摄氏度以上高温烧制，过程繁复并非易事。它的姐妹颜料埃及蓝曾在古埃及和古罗马流行，但中国紫是完全独立发明的配方，在当时的亚洲孤立存在。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技术交流，
难道是两地工匠巧合地达成了类似的化学突破吗？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更奇妙的是，现代物理学对汉子的深入研究发现，在极低温和强磁场环境下，汉子会产生非常特殊的量子效应，它的电子结构会从3维缩减为2维，仿佛隐去了一个维度。这种现象属于前沿的量子物理课题，有人戏称汉子在某种条件下具有超导体性质。尽管这只是科学上的有趣发现，并非真有超能力，但想想看，2000多年前秦国的颜料工坊里，工匠们无意间造出了连现代科学家都要研究半天的神奇物质，这岂不是像极了科幻小说中的桥段？难怪有人调侃，秦始皇是不是得到过什么外星人的配方秘籍，才能炼出如此先进的材料？除了颜料，我们再看看兵马俑出土的兵器。当年发掘时，考古队员从泥土中拔出一柄青铜长剑，剑身闪着寒光，仍然锋利无比。传说工作人员用它试着切纸，20多层纸一剑斩断。要知道，普通青铜器埋在地下几十年就会锈蚀斑斑，而秦陵的青铜兵器沉睡2000年竟不锈不烂，锋芒依旧，简直不可思议。经科学检测发现，这些青铜兵器表面都有一层薄薄的铬元素膜，似乎形成了防锈的保护层。铬是一种抗腐蚀的金属，在现代常用作电镀防锈涂层，比如我们家中闪亮的水龙头多半镀铬。而令人瞠目的是，工业电镀技术是在19世纪才开始出现的。难道秦朝工匠已经懂得镀铬防锈的黑科技？这个发现当年轰动了学术界，秦陵博物院一度立碑宣称，秦人掌握了个盐氧化防护术，比西方早了2000年。这听上去几乎超出了我们对古代技术的认知。一时间，秦始皇青铜剑千年不锈，成了流传甚广的佳话。然而，真相总是曲折的。最新的研究显示，秦兵器上的铬层可能并非人为镀上去的，而是来自另一个来源。2019年，科学家发表了一项对数百件秦陵出土青铜武器的详细分析，结果发现，铬元素主要出现在青铜剑柄、剑簇、箍剑等与木质部分相连的界面上，而在剑身、剑头的大部分青铜表面几乎检测不到铬。研究人员推测，这些个其实来自于当年涂在武器、木质、剑鞘和剑杆上的生漆。古代生漆为了着色或防腐，有可能掺入含铬的矿物成分，久而久之，漆层中的铬迁移到青铜表面，误让我们以为是镀上去的。此外，能让青铜历经数千年依然光亮的真正原因，还包括秦代青铜配方中较高的硒含量，使其硬度抗蚀性更强，以及埋藏土壤弱碱且极细密，几乎隔绝了氧气和微生物，提供了一个天然防腐的恒定环境。换句话说，秦陵兵器长存于世，可能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秦工匠高超的冶炼铸造技艺，加上黄土地母亲的厚爱守护，最终造就了这批千年不朽的武器奇迹。即便如此，我们仍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当年科学家误以为是秦人发明了镀铬术，就已经肃然起敬。即使实际上没有镀铬，秦工匠打造的青铜武器本身质量极佳，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青铜剑剑身修长而笔直，剑刃锋利，含锡量高达 20% 左右，既保持柔韧又非常锋硬，比当时其他国家的铜兵器更出色。秦俑坑还出土了大量弩机，古代弓弩的扳机机械由青铜精密铸造而成，结构复杂巧妙，包含扳动机关和扣锁，组装误差不超过毫厘。这种青铜扳机组件相当于后世的精密机械装置，使秦军弩兵可以轻松扣发强弓劲弩，射程和杀伤力远远超过传统弓箭。有人惊叹，秦军的连发弩就像古代的狙击步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也是秦始皇迅速灭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不仅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还拥有当时最尖端的军事科技。除了颜料、武器这些工艺，秦始皇陵本身还藏着一项骇人的黑科技传说——水银之谜。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也就是说，在地下宫殿里用水银模拟了江河湖海，
让汞水长流，银光粼粼，象征整个天下归于秦始皇掌控。古人这段描述曾被视为奇谈，直到近代科学探测证实，秦陵地下的土壤中汞含量异常之高，是周边正常土壤的数十倍到上百倍，这强烈暗示着陵墓中大量水银的存在。秦始皇为何要动用如此惊人的水银？一方面，水银即汞，常温下是流动的银色液态金属，可长久不蒸发，在地下宫殿中不成河川海洋，营造壮丽壮观的永恒图景。同时，水银有剧毒，高浓度汞蒸气能杀死入侵者，成为陵墓的隐形杀机。另一方面，这恐怕也与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痴迷有关。他生前服食含汞的丹药以求长生，结果适得其反，可能正是汞中毒导致了他的骤然崩逝。水银在秦代方士眼中是神奇的物质，既能防腐，汞可以杀菌，防止尸体腐败，又被误认为点石成金、羽化登仙的仙药原料。可以说，秦始皇把阴阳两界都算计到了，生前以汞丹续命，死后以汞海守墓。这种对科技和神秘力量的极致利用，让人叹服之余也不寒而栗。陵墓中潜藏的水银江河，至今令考古学家对发掘主墓心存顾忌，担心打开后剧毒汞气外泄。秦始皇的墓室千年不起风，或许正是因为有这道恐怖的汞海结界镇守吧。综上可见，兵马俑所在的秦始皇陵墓工程，集中体现了当时人类能够掌握的最高科技水准，以致今天我们看来依然如同黑科技一般。例如人工合成的中国紫颜料、铜兵器、千年防锈之谜、巧夺天工的弩机机关、阴森诡谲的水银机关，如此种种，不仅展示了古代匠人超凡的智慧，也难怪引来外星文明参与说的种种猜想。有人细问，会不会秦始皇真曾得道成仙，或接触过什么异星访客，将外星技术运用于陵墓建设？毕竟一座秦陵之中凝聚了太多令人难以解释的超前记忆。当然，这更多只是充满想象力的玩笑与阴谋论。以科学角度看，兵马俑和秦陵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社会高生产力、高度组织动员和工匠代代积累经验的结晶。我们不必真的相信有外星人插手，但秦始皇陵的确让人感受到一种魔幻现实。2000多年前的人们竟已经达到了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工程水平，仿佛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眼前。而那些当时的尖端技术，有的失传了，有的被埋藏，有的直到现代科学才重新发现其玄妙。这正是秦陵兵马俑引人入胜之处，历史和科技在此交汇，现实与传说在此糅合，真相与谜团交织成了一幅神秘画卷。第三个谜团，兵马俑制作背后是否隐藏着残酷的真相？上面我们谈到，秦代选择用陶俑殉葬，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相较殷商周朝那样用活人殉葬的血腥制度，秦始皇没有杀死真实的士兵为他陪葬，而是烧制了逼真的陶土军队，代替活人守护陵墓。这似乎表明秦朝统治者在殉葬观念上有了人道进步。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造一支陶俑军队同样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而且其中隐约透出残酷的阴影。首先，兵马俑虽非真人，但他们的诞生几乎肯定伴随着巨大的人员伤亡。根据史料，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动力多达70万，动工时间长达30多年。在漫长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工匠、刑徒、徭役百姓日夜挖掘土石、烧砖筑俑、开凿地宫，其中有多少人累死、病死、工伤而亡，史书没有细说，但可以想见绝非个位数。对普通百姓而言，虽然不再被当场处死陪葬，却一样可能把命丢在修墓的工地上。秦朝的暴政和沉重徭役让民不聊生，这也是日后天下造反的一大原因。可以说，陶俑军团的每一件砖瓦陶片都凝结着劳工们的血汗，甚至性命。还有一种传闻更加骇人，兵马俑之所以如此栩栩如生，面目各异，是否因为以真人为蓝本塑造？有传说揣测，秦始皇令工匠以他生前的军队将士为模型，一一打造陶俑。有的说法更极端，认为可能先用真人身体翻制模具，再浇灌粘土烧制，甚至有人暗想
会不会有活人被裹尸烧成陶俑的可能？仿佛那些俑就是用真人的躯壳烧制出来的。这些传闻听起来近乎鬼话，但正因兵马俑面容各异，神态真实，才让人不禁联想，古代又没有照相技术，工匠如何把几千张脸雕得毫不重复？难道真的是依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刻画？考古学家目前并未发现任何俑内有人骨或活人烧制痕迹，这些更多是民间的阴森想象。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秦代工匠已经掌握了模具和手工结合的生产方式，他们可能先用陶模批量生产俑的头部、身体、四肢部件，再由雕塑师傅在每个头像上细细刻画五官发髻，增添独特表情，再组装上身体、手脚。因此每个兵马俑既有统一尺度，也有独一无二的面孔，这充分展现了秦人工业化生产的雏形和艺术创造力的结合。虽无需采用残忍的真人翻模，但工作量之大仍然令人难以想象，一定倾注了成千工匠的心血。然而，说秦始皇仁慈，不杀士兵陪葬，并不等于他的陵墓没有活人殉葬。事实上，史书明确记载了秦陵的人殉。司马迁记录，秦始皇下葬后，后宫无子者悉令从死，也就是那些生前没有子嗣的年轻嫔妃，全部被迫殉葬。此外，为了保守陵墓机关秘密，工匠藏者禁闭杀之，所有参与修墓的工匠也被活活封在地宫中，永远埋葬。这两条记载无比残酷，意味着秦陵中埋葬了大量无辜的女子与工匠，他们以生命为帝王的安宁陪葬，只是他们的尸骨可能在主墓或其他角落与兵马俑分别埋葬。我们不由想问，秦始皇究竟在陵墓中埋藏了什么天大的秘密，需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灭口？是为了守护那偌大的财富珍宝，还是为了隐瞒墓中潜藏的机关陷阱、奇技淫巧？亦或真的有我们前面猜想的黑科技，不能让世人知晓？无论如何，秦陵的每一寸泥土下都有生命的代价，兵马俑的威严背后也流淌着血色。许多传说围绕着这支地下军团的诡异氛围展开。在民间故事里，兵马俑有时被赋予灵性。据说秦始皇死后，他的魂魄曾点兵，命令陶俑军团在冥界继续效命，征战八荒。还有人说，俑坑里深夜会传出隐隐的兵马嘶鸣，好似亡灵不散。当然，这只是传闻，但别忘了，秦始皇造这么多陶俑，正是寄望人死后也要有军队可用的信念。他相信这些陶俑在阴间可以化为真正的士兵，保护他的秦国江山万世延续。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其实把对权力和永生的执念投注在了陶俑之中。他宁可杀人封墓，也要让这支由泥土塑造的军队安然待命，不受干扰。这样偏执的追求隐含着一种诅咒般的味道，仿佛用泥人来代替真人，违反生死常道，终将遭到天谴。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把人偶赋予生命往往被视为禁忌。兵马俑军团如此宏大的阴兵，让后世联想到不少离奇的灵异传说。《聊斋志异》等笔记中甚至出现过土偶、木偶夜半复活伤人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当然，这些都是后人附会的演绎，真正现实的是，数千真人为这些陶俑耗尽了生命和心血，而陶俑最终却只是静默地埋葬地下，无声无息。这是一种无言的讽刺。帝王让生者为死者效命，到头来既害了生者，也未必真能保全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荣华。第四个谜团，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是否与兵马俑有关？秦始皇辛苦建立的帝国，为何在他死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这一直是历史上的重大谜题之一。我们前面探讨的兵马俑诸多谜团，看似讲的是陵墓与地下军团的故事，实则与秦帝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或许在兵马俑身上就隐藏着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总的来说，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劳民伤财的暴政反噬，二是天命玄机的象征寓意。先看现实层面，历代史家普遍认为，秦朝快速灭亡的主因在于秦始皇的苛政和奢靡。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痛批秦统治者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劳役繁重，工程浩大，耗尽民力。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
同时进行了多项庞大工程，修长城、建直道、造阿房宫、修陵墓等等，其中每一项都投入了无数人力物力，百姓负担沉重，怨声载道。尤其是他为自己打造陵墓和陪葬坑，更是举全国之力多年经营。在秦始皇死时，整个帝国的人力已被巨大的工程透支到极限，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果然，他死后仅1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群雄纷纷响应反秦。秦二世胡亥即位不到3年，战火已烧到咸阳城下。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曾经威震四海的大秦帝国轰然倒塌。在这场帝国灭亡的悲剧中，兵马俑可以被看作秦始皇生前所造下的孽债的象征。他梦想着身后也要荣华富贵，一切如生，甚至有大军镇守。这种贪念让他不惜压榨百姓去满足。一人之死，要几十万人生不如死地劳作多年，这怎能不激起民愤？秦始皇幻想地下的兵马俑能保秦国江山千秋万代，却没想到正是为了这些陶俑和其他种种奢靡工程，断送了自己儿孙在人间的江山。可以说，秦朝2世而亡，很大程度上是报应在秦始皇的暴政和劳役上。纵然有千军万马陪葬，敌不过人心背离；纵然有黑科技傍身，也难逃天道昭昭。秦始皇企图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改写生死，最后却发现真正无法改变的是历史规律。更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二方面，兵马俑隐隐透出的天命寓意。如果陈景元的猜想有几分道理，那就有意思了。兵马俑可能属于宣太后芈月的陪葬品，而他是楚人出身，楚国是战国7雄之一，最终被秦所灭。但秦朝亡于谁之手？正是一个楚国后代西楚霸王项羽。历史充满讽刺，秦始皇辛苦统一的江山，最终为楚人项羽所毁。而据说秦始皇墓葬中镇守他的军队，竟也带有楚人的印记。如果真如传言，那几乎像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兵马俑不属于秦，而属于楚，他们最终也没能保护秦，反而被楚人复仇般的摧毁。史书和考古都显示，秦陵兵马俑坑曾遭到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坑墓被火烧，陶俑许多被砸碎。一般认为始作俑者正是项羽。项羽在秦亡后攻入关中，大肆掠夺财宝，放火焚烧了秦朝宫室。而民间传说他对秦始皇陵也不放过，一把火烧了俑坑上方的栋梁，大批陶俑被烧塌埋没。为什么项羽要挖秦陵，烧兵马俑？据说项羽的祖父项燕当年就是战死于秦军之手，秦将王翦伐楚时斩杀了项燕。项羽此举正是为报家仇国恨，他把秦始皇最引以为傲的地下军队付之一炬，既是破坏财物，也是对秦帝国的一种象征性鞭尸，让你死后的靠山也不得安宁。可以想象，当烈火吞噬俑坑时，那些陶俑无声倒下，正如同秦王朝的崩塌，再神奇的黑科技也救不了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最终，秦皇岛一失，楚人一炬，兵马俑所守护的千秋大业化为乌有，只剩一堆残垣断壁供后人评说。因此，兵马俑4大谜团的终极启示指向了同一点：人心与天命。秦始皇倾尽国力打造不朽陵寝和地下军团，以为能借此永保帝业，结果却适得其反，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他用泥人代替活人殉葬，是为了减少杀戮，还是更便利地满足私欲？不管初衷如何，劳役本身成了变相的大屠杀，甚至可以说更残忍，因为它让全天下陷入苦难。纸终究包不住火，陶俑也镇不住民怨。秦2世而亡，从根本上说并非偶然，而是秦始皇埋下的祸根，在他死后迅速发作的必然结果。纵然有千军万马陪葬，敌不过人心背离；纵然有黑科技傍身，也难逃天道昭昭。秦始皇企图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改写生死，最后却发现真正无法改变的是历史规律。回头再看这支埋藏2000年的兵马俑军团，他们沉默地站立着，见证了帝国的覆灭，见证了岁月的变迁，直到20世纪才重见天日，带给今人无尽震撼与疑问。是的，秦朝灭亡已成史实，
可兵马俑的故事远未结束，关于它的主人、制造工艺、隐秘往事、历史作用，我们仍在不断探索。有些谜团或许永远无解，有些真相也许正在地下瞩目中沉睡，等待着我们将来揭开。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确实至名归。它凝聚了古代文明最高的艺术和科技，也是人类幻想与信仰的载体。然而，它同时也是一面镜子，照出权力者的野心与偏执，照出眼镜中的文明如何抛弃血腥，又陷入另一种疯狂。秦始皇凭借铁血和创新，创造了空前强大的帝国，也因为傲慢和残暴，毁掉了这份基业。他没有得到长生不老，却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不朽。他的地下军队让世人千年后仍记住了他的名字和功过。当我们走进俑坑博物馆，凝视着一张张冷峻的陶俑面孔时，不禁会思索，这些沉默的士兵在诉说什么？他们曾经守护的帝王早已烟消云散，他们倒成了后世的文化瑰宝。他们脚下埋藏的秘密，也许正提醒着世人，再伟大的帝国也终将陨落，但文化与教训会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流传。秦朝短命，可秦陵和兵马俑让后人反思帝国兴亡、科技道德，这或许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总而言之，兵马俑的4大谜团，从表面的主人之争、工艺之秘，到深层的人性与命运，构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一边是令人惊叹的智慧结晶，一边是令人警醒的血泪教训。外星黑科技也罢，秦朝秘辛也罢，最终都化作了黄土中永恒的谜题，等待我们一代代去发现、想象和求证。正如兵马俑静静守护着皇陵，历史的真相也静静地守护在时间长河中。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当科技更发达，考古更进步，我们能解开更多疑团，但在此之前，秦陵地宫仍将继续沉眠，任凭世人猜测其间玄机。结语：秦始皇当年斩钉截铁地自称始皇帝，意欲开创万代基业，却不料秦2世而亡，成了历史的嘲讽。重温兵马俑的传奇，我们仿佛看到这位千古一帝在地下苦苦追寻永生与帝国长存的梦，但历史只给了他一座永恒的陶俑军队和无数的问号。灿烂的兵马俑最终告诉我们的，或许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逆天而行者，即使有再多奇技淫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秦帝国没有万世，唯有那成千上万的陶俑穿越了2000年的风尘，无声地讲述着兴亡。今天的深扒就到这里，兵马俑的故事远远没有终点，一如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永不止息。感谢您的耐心观看，让我们敬畏历史，珍惜当下，期待未来从这些沉睡的陶俑身上发掘出更多的真相。秦陵地下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兵马俑背后还有未解的谜吗？或许答案仍在黑暗中等待，而我们会继续好奇并追寻下去。